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车轮。这个是昨天晚上去救援拖过来的一个汉兰达，叫的什么救援呢？当时车主叫的是检修搭电，然后是不启动了。现在咱们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当时在现场检查的是发动机，它一点就跟没电的现象是一样，直接盘曲轴，当时是盘不动的一个状态。车主的意思呢，走着走着忽然自己熄火了，熄火再启动就没反应了。这是个12年2.7的汉兰达，现在曲轴是盘不动的。昨天拖回来之后先放这儿了，现在咱们先搞架子上再盘一下，看能不能把曲轴盘动。如果说还是盘不动的状态，就得给车主打电话。这是哪的牌子？甘是哪儿来着？甘是甘肃的。车主是外地过来，然后来这边办事儿。现在他先去办事儿了，咱们上架子。如果说还实在盘不动，给车主打电话看看让不让咱拆解。因为昨天晚上车主的意思不想在这边修，也不是说不想在这边修，就是说人生地不熟，怕就是说被坑被骗，所以说现在咱们先检查，先搞架子上。拖这边吧，拖那边不好使劲儿。准备上车。走。走，慢一点儿，让他好打方向。现在咱们已经弄架子上了，来兄弟，检查一下机油。这车先检查机油，看还有没有。昨天我看见反正是机油尺沾不着，现在应该是凉到彻底了，沾到一点尖儿。但是呢，这车现在 BOSS 它跟机油关系不大，曲轴嘎嘎紧，死活拧不动。先这样，先不要拆，等会儿车主来了，看车主怎么说。哎，过来。现在这车就是昨天我大概跟你说那情况，然后发动机 BOSS 着呢。那现在该怎么搞着？反正刚才升起来是死活盘不动，昨天盘也是不动，现在盘依然是不动。你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哗啦哗啦响的时候呢？有时候有。有时候有。给油门的时候就哈啦一响。现在怀疑要么是机油不够，然后导致爆死了，就是说要么轴爆死了，要么活塞爆死了，之后启动不了；要么就是这个链条有问题，导致链条断了，或者链条跳齿了，导致它爆死了。因为你机油灯都没亮。那不对啊，我这车也没跑多少嘛，才40万公里啊。对，我刚看表了，是40万公里。你一年也就12年的车，正常家用一年3、4万公里，但是这车链条它30万公里都是一大关。这车的2个毛病，2.7的链条还有问题，然后爱烧机油，没有你想的它真正的一车传3代那么厉害。这烧机油我知道，我动不动往里面就要加这个机油。对，它烧机油，然后链条有问题。你链条如果说你从来没动过，到现在40万都已经不错了。那现在
拆开把发动机落下来，拆开看到底是链条，还是说咱们说的那机油真正抽不上来不够了，然后导致爆缸了。因为现在 BOSS 咱们没办法去判别到底是链条还是爆轴，那只能拆。那这得修多久啊？差不多1个礼拜吧。这修下来一共大概得多少钱？修的话，现在没办法给你确定多少钱，因为就是咱们说呢，现在不知道是链条跳齿了，还是断了，还是说爆轴的问题。嗯，对，那只能拆开了看。那什么时候能拆下来？今天晚上左右能拆开吧？你这样吧，我给你拆，今天晚上左右拆开了，什么情况就知道了。然后我叫你过来，咱们再探讨下一步怎么修。那行吧。嗯，弄完了。那我就拆。弄吧。好。这个发动机咱俩哎，师傅，改了吧？这个包裹是不是在你这儿的？10分钟拆掉。快递。OK。现在这个发动机咱们已经拆下来了啊，拆的视频就没有过细的去拍，因为稍微有点忙。可以看到40万公里啊，整整40万公里，现在发动机内部的一个状态，就可以看出来它保养的到底好不好。看油泥基本上很少，金黄，还能呈现一种瓦亮的，没有那种黑油泥，说明保养的还不错。整体车呢，现在40万公里也没有渗油，没有漏防冻液这种现象。它这个主要原因呢，还是链条断了啊，拉长，然后再加上链条拉长以后，链条产生一个匮乏之后拉断了，看到直接拉扯了，扯了以后呢，这个曲轴直接就给绊住了，所以说当时处于一个抱死的状态，曲轴直接链条给它卡死了。可以看到这个大轮的这个皮带轮，这个链条轮，你看齿子打的直接磕住了当时，所以说导致已经爆死了。现在曲轴它是可以轻松去转动的，拿工具。这个齿呢它是没有坏的，只有外圈打了一圈，这里这是一个曲轴位置传感器的信号盘给打了，现在这个信号盘肯定在曲轴上转动了，到时候咱得重新对点。这是整个发动机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凸轮轴进气是盘不动的，排气可以盘动。现在可以看出来，进气肯定是弯着的，有问题，所以说它导致盘不动。现在这个缸筒呢，咱们是在弹缸啊，因为它烧机油，咱们跟车主协商的是直接就按大修的程序走，直接把烧机油也一地给解决了。这个缸筒呢，1缸、4缸都是有轻微的拉缸，2、3缸没有，曲轴都没事儿。现在是缸已经弹完，然后这个新的缸套已经下到发动机缸体里边，待会儿还得精糖，然后把数据什么做好。活塞肯定是换一套新的，之后全部组装。现在这是已经精糖好的缸体，缸套已经完美的压到这个缸体上面，曲轴呢咱们已经装上了，下一步就是清理干净，把所有东西准备好，全部开始组装，把活塞压进去。曲轴还是原车的曲轴，因为曲轴没什么磨损，然后唯独的是它那个信号盘磨损了，但是一根曲轴原厂的好几千块钱没舍得换，把信号盘重新弄了一下。4个活塞呢换新的，活塞是纯原厂的活塞，这东西你一旦用品牌的，后期返工就给你修脑袋大了，所以说一律用原厂的。缸体是在这个桌子上进行组装，缸盖是在这个桌子上进行组装，俩人互不碍事儿。缸盖方面咱们换的是原厂气门一套，罪魁祸首的气门油封也必须换了啊，这直接就是必须的活。然后整体都已经给它清洗干净，基本上它这车不算有太多的油泥。等咱们清洗的时候才发现少系了一个东西，这个机油泵。当时拆掉以后没有仔细去看，
链条你看打了个洞给它机油泵，当时以为买这个机油泵是一个小的呢，谁知道它是个整体的，连这个大壳是一块的，所以说又增加了一笔费用。本来当时刚拆开的时候，车主有计划说是买一个二手的拆车的发动机，二手拆车的发动机市场上找来找去，价格在12000左右，但是呢，配件方他不给这个质保，就是说你拆车机子装上去能打着火就 OK， 有什么问题是不管的。想来想去还是不太靠谱，因为12000你万一回来有问题，还不如把原车的修一下呢。咱们可以看到，这是1缸的旧活塞，活塞呢有点轻微拉缸，主要还是积碳卡的特别多，40万公里，现在油环里头全是积碳卡死，就是说油环和油衬环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。4个活塞基本上性质都是一样的，只有1缸拉的厉害一点，其余的2、3缸它都没有特别大的拉痕，但是积碳是都一样的。所以咱们既然选择大修了，就一次性给它搞好，把活塞换新，然后缸筒重新下缸套，直接一起齐活，让它再跑上个40万公里，再下一回再说了。链条基本上到30万，再跑20多万、30万左右的时候，还是需要换的，因为它这个链条寿命的确扛不住太长时间，但是比起 EA3个8来说好太多了，对吧？4个活塞的状态呢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导致它烧机油的主要原因，活塞有一部分，然后气门油封也占一部分责任。正时链条是更换一套原车的链条套装，连底下轮、链条板、各个轮一套的，所以说寿命还能坚持个30万公里左右。下次再说了，下次基本上在7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再去清理。拖好啊，传进去，拖好了没？其实发动机只要你胆大细心，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干净整洁，因为它整个组装的过程，它跟人去吃饭是一样的，你不干净了也是胃疼有毛病。发动机它也是一样的原因，只要干净整洁，然后不行啊，哥哥。是干啥的？摄像的啊？摄像的。以后你看谁婚庆，少个摄像师，我可以去给他们帮个忙。对。一生之中，谁没痛苦得失少不了。看透世大每种风雨，披身打恶劣。会去。我再早知道，那我就不那个啥了。咱想站人的盘也没站上。碰上了急风，彷彿未凌亂。心底之中知分寸，得失差一線。我大概印象中，我欠了1、2块。最后要消音配音呢。無求一生光輝，唯望鬥志不會亂。見慣風雨，見慣改變，總是你不是固定的不动，你要抓它的镜头，抓它的细节。咱拿着，说你是专业的，你大哥更是专业的。
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干啥的，我会知道。身處高峰，相信夜思慶風的家園。把你的团队借给他。碰上了急風，步伐未凌亂。心底千種分寸，得失差一線。披荊斬棘的挑戰，過分。一生之中，誰沒痛苦得似你的臉？完事了。现在都完了。拿钥匙。拿钥匙。开上了。声音咋样？好的，可以好的。对，来，家乐。我现在还有啥注意的吗？没啥注意的，放心跑就行了。是吧？给一下油门，随便跑。随便跑。好。对，有啥注意的你可以说的。没啥注意的，下次保养3000公里以后保一下。然后加权合成，对，就这一个注意的，别的没有。3000公里要保。对。以后呢？以后你随便。就5000公里。以后你就5000，然后就这第一次，知道吧？这都磨合了吗？这不需要磨合，不需要磨合，你就该怎么跑正常跑就行了。该换的东西换了。对，然后中缸、弹缸、活塞换了，这个有个大片壳机油泵，也换了。机油泵当时没看到，最后装的时候一看，那链条断了之后，把机油泵甩了个大洞，甩破了，然后那也换了，然后底盘也给你弄了，然后你之前气囊灯亮。那是因为它那个气囊线圈断着的，那个也弄了。反正我们现在都啥都合适了。啥都合适了。对。都完事了。你一结账就可以开走了。反正开着有啥问题再给你打电话。有啥问题随时联系。行，你看多少钱？一开始不是跟你说的8500吗？咱就还按8500就行了。因为后边我给你添那些东西，咱也就不说了。对，因为4轮定位都是给你另外做的。对。那就行了，别的没有。这不能少啊。没都要了。我知道你们。我一开始没有加这些东西，我给你要8500也没有多要。咱都是现在这个东西都明价的很，知道吧？这东西你随便一问，这价钱没给你多要。正好给人打电话，要给赚钱了。才想办法的。听一下发动机声音。看一下，现在总共跑了395788公里。现在大修完，再让它再战30万公里，下一次就70万公里左右见了。